蒙蒙细雨拍醒了昏倒的我，腥臭味消失了，泥泞的地上也没有任何脚印。我的手表依旧在走，显示时间已经过了正午。我已无从判断究竟哪些是噩梦，哪些是现实。我拖着因恐惧而僵硬的身体，竭尽全力沿着泥泞的小路向罗莉走去。身后虽有耸人的气息，但我一次也没有回头。我在天黑前抵达了罗莉，饱餐一顿后弄了身能够见人的衣物，便搭夜班车前往了阿卡姆。第二天，我找到阿卡姆的政府官员，做了一番长时间的恳谈。后来，我在波士顿也重复了同样的流程，而那几次交涉的主要结果，如今已为公众所知。我取消了大部分行程，因为如果再看到那些古迹和珠宝饰品，可能会让我发疯。不过既然来到了母亲的出生地阿卡姆，就收集一下制作家谱的资料，毕竟我原本的目的就在于此。阿卡姆历史协会的馆长皮波迪先生，他慷慨地提供了大量帮助。听说我是阿卡姆人士艾丽莎·奥涅的孙子，他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兴趣。我的外祖母出生于1867年，17岁时嫁给了俄亥俄人詹姆斯·威廉姆逊。许多年前，我的一个舅舅似乎也做过类似调查。我外祖母的父亲本杰明·奥尼有一段奇特的婚姻，他的妻子身份不明，据称是新罕布什尔州马氏家族的孤女。这个家族是艾塞克郡马氏家族的表亲，但他在法国接受教育，对家族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有一位监护人给他留下了巨额存款，但没人知道那位监护人是谁。最令人困惑的是，他户籍上的双亲伊诺克马氏和莉迪亚马氏，在新罕布什尔的已知家族中找不到这两个人。馆长认为他恐怕是马氏家族的私生女，因为他也长着一双马氏家族特有的眼睛，就像我一样。你有一双和奥贝德一样能看穿人心的眼睛。奥贝德最后把她嫁给了一个不知情的阿卡姆人。我脑中莫名地想起了老扎多克的话。我离开阿卡姆去了趟波士顿，再返回到托莱多的家中，在莫米市休养了1个月。9月返回奥柏林学院读完最后一个学年，到第2年6月为止，我都在忙着做研究。只有当政府官员偶尔造访，谈论起我之前恳请并有迹象证明已逐渐展开了清剿运动时，我才会想起那段早已过去的恐怖历史。7月中旬，距离我逃出因斯茅斯刚好1年的时间。我去了趟克利夫兰市，与已故母亲的家族成员同住了1个星期。我带着新发掘出的族谱资料，对比他们保存的各种笔记、口述故事和家传物品，看看能建立起什么样的家谱图。说实话，调查并不有趣，因为这里有一种病恹恹的氛围，总会让我觉得抑郁。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喜欢我那出生在阿卡姆的外祖母以及舅舅道格拉斯，他们2人的眼睛总是瞪得很大，眨也不眨地盯着人看，让我内心隐约有种说不出的惶恐不安。我的一个表弟，他是沃尔特舅舅的孩子，他的相貌和外祖母年轻时一模一样，而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身心状态变得越来越差。于是沃尔特舅舅就把他送进了康顿的一所精神病院中。威廉姆逊家的相关资料大致浏览了一遍，可我没有见到外祖母奥尼家族的资料。沃尔特舅舅说那些资料并不在这里。他带我来到了市区的一家保险金库，这些东西都是曾祖母带回来的。他说这些珠宝奇形怪状，令人厌恶。我舅舅不情愿地慢慢拆开盒子的包装，他大概料到我会有所反应，但没有估计到反应竟会如此剧烈。实际上我也没有想到，还自认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能够接受即将揭晓的答案。我一声不响地昏厥过去，就像1年前在那条荆棘丛生的铁路坑道里一样。从那天开始，我的生活变成了一场充斥着阴郁和忧惧的噩梦。我也不知道那其中有多少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又有多少是疯癫错乱的幻想。我真的是马氏家族的子孙吗？
曾祖母是马氏家的女儿，与全然不知内情的阿卡姆男人结婚，这与老扎多克的话不谋而合。他说奥贝德船长的女儿嫁去了阿卡姆，那船长就是我的曾曾祖父。那曾曾祖母是谁？不对，是什么东西？不，或许这只是我单方面疯狂的妄想。那冕饰可能是我祖先从因斯茅斯的船员那儿得到的。外祖母和道格拉斯舅舅的眼睛会那么奇怪，也是因为对因斯茅斯的恐惧扭曲了我的思绪吧。但是道格拉斯舅舅前往新英格兰寻根溯源之后，为什么会开枪自杀呢？为了帮助我转换心情，父亲帮我在一家保险公司安排了一个职位。我尽量将自己沉浸在琐碎的日常工作中。2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没有再想起过因斯茅斯。直到1930年至1931年的那个冬季，我做了一个梦，宽阔绝美的海底呈现在我眼前，我徜徉于沉没在水底的巨型廊柱和水草飘扬的石墙迷宫之间，奇形怪状的鱼类伴我左右。不久，一些长相怪异的身影开始出现，他们带着奇怪的饰品，沿水路向前，在邪恶的海底神殿中膜拜祈祷，而我觉得他们是我的伙伴。梦中的细节太多，我无法记住所有内容。即便如此，假如我将自己每天醒来时残存的记忆记录下来，肯定会被认定为是个疯子。我感觉到有种可怕的力量正逐渐将我与理智的世界和生活剥离，拖入黑暗和陌生的无名深渊。我的健康状况逐步恶化，最后不得不放弃工作，过上了滞涩的闭式生活。我发现自己有时候甚至无法闭上双眼。我开始越来越害怕看到镜子中的自己。父亲也注意到了我的变化，因为他注视我的眼神变得愈发古怪，甚至可以说是畏惧。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我越来越像我的外祖母和道格拉斯舅舅了吗？某天夜里，我做了个不一样的梦，在泛着青白光的宫殿中庭里，长着带有鳞片的怪异珊瑚和奇形怪状的万状开花植物。我与我的外祖母相遇了，她欢迎我的热忱态度中似乎还有一丝嘲讽。她告诉我，人类发射的鱼雷摧毁不了这里，人类消灭不了深潜者。他已经完成了转变，就像那些进入水中的人一样。他那死去的儿子也曾知道这个地方，因为这也是他命中注定的归宿，但他却用一把枪拒绝了命运。这也将成为我的归宿，我永远无法逃脱。我将永生不死，与那些早在人类还未出现在地球表面时就已居住在这里的同伴生活在一起。古老者之印早已被人类所遗忘，我们将不再受到威胁。早晚有一天，我们将会按照伟大的克苏鲁的意愿再度崛起，下一次将会是比因斯茅斯更大的城市。我第一次看到了休格斯，那幅景象让我在疯狂的尖叫中惊醒了过来。那天早上，我彻底变了样。我差点就步入了道格拉斯舅舅的后尘，但某些梦境阻止了我。极度的恐惧正在逐渐减退，我已迷上了大海。过不了多久，我的身体也会彻底变样吧，但我不需要等到那一步。再等下去的话，父亲或许会像舅舅对待我那可怜的表弟一样，将我关进一家精神病院。谁都无法阻止我。我要去康顿的精神病院把表弟救出来，然后一同回到被奇迹笼罩的因斯茅斯。我们将游到海中那块若隐若现的礁石边，然后下潜进黑色的深渊里，进入耸立着无数立柱、雄伟壮烈的伊哈斯雷。此后，我们将在奇迹与荣光的围绕下，与新的伙伴们一起，在伟大的克苏鲁膝下永生。